盘点10把被严重低估的手枪。当人们谈到经典手枪时，总会想到市场热销的格洛克和1911，但在手枪发展史上，还有许多实力非凡却鲜为人知的经典型号。它们性能出众，设计独特，甚至影响了无数现代手枪的设计，却鲜为人知。这些枪明明非常优秀，却为何沦落为冷门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一揭开他们的面纱，看看他们因何被冷落，又凭什么该值得封神。第10位，勃朗宁大威力手枪。如果说哪把手枪堪称现代半自动的教父，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 M1911，但事实上，勃朗宁大威力同样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作为约翰·勃朗宁生前最后主导设计的手枪，它是现代高容量手枪的鼻祖。在别人还玩7发弹匣的时候，他直接搞出了13发的双排弹匣，这无疑是划时代的突破。全钢枪身带来的那种压手的沉稳感和射击时的稳定性，是很多现代塑料枪给不了的。它的指向性极好，加上那枚干脆利落的单动扳机，更是直接把射击精准度拉到极致。并且它还一度是世界众多军警的标配，上百个国家都曾经将其列装。但在美国市场，它的光芒却被1911的爱国情怀以及后来 Glock 掀起的热潮所掩盖。很多美国枪迷宁可选择一把塑料感十足的 Glock 17，也未必会认真去体验这位真正的老前辈。如今，斯普林菲尔德推出的 SA35 复刻版，又让这把传奇手枪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。第9位，瓦尔特 P99 手枪。提到瓦尔特，很多人先想到的是电影《007》中詹姆斯·邦德的御用手枪 PPK， 以及后来的 PPQ， 夹在中间的 P99 就显得有点尴尬。尤其是在机针激发手枪全面崛起后，它的光芒更是被同类竞品盖过。可只要上手打过一次，你就会明白它的过人之处。这把枪最绝的就是扳机。首次扣动是常形成大力度的预压模式，对新手特别友好，控枪更稳。而套筒复位后，机针会自动进入半待机状态，这时再扣扳机，就变成短行程轻力度，也就是老枪迷想要的快速射击节奏。人机工程学更是瓦尔特的拿手好戏，握把的弧线完美贴合手掌，虎口位置的凹陷设计能缓冲后坐力冲击，控枪非常舒适。土耳其的 N29、429等型号，甚至史密斯维森 SD 系列的机针激发逻辑，都借鉴了 P99 的设计，可见它的经典性。唯一的小遗憾就是后期维护的配件不如 PPQ 好买，但论综合体验，它绝对是被低估的实力派。第8位 ，HK P30 手枪。HK 的 VP9 凭借机针激发设计成了德系神枪。但同门师兄 P30 因采用双动单动结构，逐渐被市场冷落。毕竟不少人觉得双动扳机太复杂，可懂行的都知道，它的实力远未被发掘。P30 的核心是可靠与适配性，在 HK 的调教下，双动形成顺滑，单动复位反馈清晰，紧急防卫时响应迅速。更贴心的是可更换握片设计，不同尺寸垫板搭配不同弧度侧握片，能完美适配各种手型，远超多数一刀切手枪。全尺寸版本长度接近格洛克19，战术导轨可加装手电、激光瞄准器。紧凑型 P30SK 则适合隐蔽携带，无论家居防卫还是日常携行都能胜任。德系做工的严谨无需多言，德国警方和部分特警曾大规模采购便是佐证。它并非没有走红的实力，只是缺了美国市场的舞台。第7位，鲁格 B85、B89。鲁格 P85 和 P89 大概是颜值及威力的受害者。方方正正的枪身，朴实无华的外观，跟那些科幻风手枪比起来，确实不吸睛。加上设计偏传统，很多人觉得它过时，直接被 pass。但它绝对是实用主义者的福音。首先是价格。全新款也就几百美元，二手市场更是便宜到闭眼入，预算有限的新手完全无压力。
其次是耐造，枪身用的是高强度合金，滑套经过氮化处理，就算在沙尘、潮湿环境下使用，也很少出故障。15+1的弹匣容量在同尺寸手枪里算优秀，握把角度设计得非常合理，长时间射击手腕也不会酸痛。很多靶场的备用枪就是鲁格 P85，因为经得起新手暴力操作，居家防卫用它也靠谱，毕竟可靠性拉满，价格还不心疼。要是你买枪只追求性能，不纠结颜值，这把枪绝对能给你惊喜。第6位，斯泰尔 M9。斯泰尔这个品牌在民用手枪市场本来就不算大众，加上 M9 的设计有点反常规，比如倾斜的滑套、独特的扳机护圈，很多人一看就觉得不习惯，直接把它归为小众。但它的性能其实相当厉害，它最核心的亮点是低膛轴线设计，枪管位置比普通手枪低了近3毫米，射击时枪口上跳幅度明显减小，控枪难度直线下降，哪怕是新手第一次打，也能轻松打出密集散步。作为早期机针激发手枪的代表，它的扳机响应速度快，复位干脆，精准度完全不输后来的格洛克17。不过它也有个小缺点，备用弹匣不好买，而且价格偏高，这也是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。但如果你是技术控，想体验不一样的设计理念，斯泰尔 M9 绝对值得一试。毕竟能把控枪性做到这个程度的手枪，真没几把。第5位 ，CZ2075 Romy。CZ75 在枪械界早已是神级地位，但它的迷你版 CZ2075 Romy 却始终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。Romy 的定位非常明确，一款紧凑型全金属手枪，尺寸与 Glock 26接近，却继承了 CZ 系列的优秀操控感。它的亮点首先在于射击体验，大多数小尺寸手枪后坐力大，难以掌控，而 Romy 因为金属框架带来的重量优势，反而把后坐力压制得很温和。再加上 CC 一贯优秀的扳机和精准度， Romy 在射击表现上远胜同类。容量方面， Romy 的标准弹匣是10+1发，还能使用 CC75 的大容量弹匣扩展到14发。做工方面， CC 的细节打磨在业界口碑极佳， Romy 同样继承了这种东欧工匠精神。它的遗憾在于市场偏好聚合物轻量化手枪，再加上 CC 后期的聚合物系列更受欢迎， Romy 最终停产。但正因为停产，它在二手市场反而成了收藏爱好者追逐的冷门佳品。第4位 CCB09， 这是一把被严重低估的全尺寸聚合物手枪，定位不是随身携带，而是为你提供一把能打、能抗、能折腾的超级工具。P09 的最大亮点就是弹容量与模块化自由度，标准弹匣19发，延长弹匣可达21发，加防时火力续航直接拉满，更支持全方位模块化改装，握把后垫板可换，从战术灯到光学瞄具都能轻松整合，甚至扳机组件都能按需调整，玩枪的自由度很高。如果你想要一把兼顾火力、精准度和改装性的全尺寸手枪， CCP09 绝对是性价比之选。第3位，博莱塔 PX4 风暴手枪。博莱塔 PX4 在聚合物手枪里一直不算主流，但它的设计体验却是顶级水准。PX4 最大特色是旋转枪管系统，通过旋转枪管分散后坐力，射击手感格外柔和，连射时的稳定性也明显优于格洛克17和西格 P226。它的另一个优势是高度可定制，除了全尺寸，还有紧凑和超紧凑型号，覆盖居家防卫以及隐蔽携带。它也被意大利警方和部分军队采用。唯一的遗憾是双动单动扳机在机针手枪主导的市场显得有些老派，但真要体验过，就会发现这是一把为射击而生的手枪。第2位，史密斯维森5906。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美国警界正处在从左轮向自动手枪过渡的关键时期。史密斯维森5906当时被寄予厚望，它是一款全钢结构、双动单动半自动手枪，市场定位对标 Glock 17。这把枪的最大优点就是坚固耐用，
厚重的不锈钢枪身让它在频繁训练、长时间执勤的环境里表现得异常可靠。对射手来说，这份重量虽然让随身携带多了一份负担，但换来的是极佳的后坐力吸收。当然，它也有短板，比如原厂扳机偏重，不像现代机针手枪那样清爽。但这把枪的有趣之处在于，用得越久，磨合得越多，扳机反而越顺滑。很多老警察至今还收藏着自己的5906，不是因为怀旧，而是它确实非常顺手。虽然最终 Glock 和聚合物手枪赢得了市场，但是5906却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记。它是最后一代全金属警用手枪的代表，也是典型的那种好枪没火，却在懂行的人心里封神。第一位，西格绍尔 SP-2022。要说最被低估的一款手枪，非西格绍尔 SP-2022莫属。它几乎具备成为明星产品的一切条件，却因为市场环境的残酷，始终没能跻身顶流。SP-2022 是西格绍尔专为执法部门设计的双动单动聚合物手枪，本质上就是把 P226 级别的可靠性与操控感压缩进一个更轻、更便宜的框架里。结果是，它既有西格一贯的精准与耐用，又在重量和成本上做到了极佳的平衡。SP-2022 在法国宪兵和多国警察体系里服役多年，经受过极端环境测试，依然保持高水准的工作状态。射击体验方面， SP-2022 继承了西格系列一贯的顺滑扳机，握把设计兼顾了人体工学，既不像全尺寸手枪那样笨重，也不会像超紧凑型号那样难以掌控。可以说，它几乎完美覆盖了从居家防卫到隐蔽携带的全部需求。它之所以没火，不是因为不好，而是因为当年市场正疯狂拥抱格洛克的机针路线。结果，一款设计扎实、定位合理、性价比超群的好枪，硬生生被潮流埋没。如今回头看， SP-2022 完全称得上被低估的王者。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一把好枪的标准究竟该由销量来定义，还是用性能实力来证明？或许这10把被埋没的王者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真正的经典不应该用销量背书，而是靠实力来证明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